大家可以看到的这样的繁华的区域，还有非常舒适的这种环境。现在我们面对的呢叫甲秀里，实际上这些房子呢都是为了纪念共产党诞生召开几次的党的代表大会啊。这里呢就是餐饮区了啊，到了晚上呢可能就变成酒吧区。这边除了有敞开的街区呢，当然也有室内的购物中心啊。我的左侧就是。现在我走在淮海路上，对面呢还是老房子，但是也在进行一些翻修。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上海的淮海路附近啊。这边呢有一处新天地啊，其实呢也是以前旧的这种石库门房子改变的街区，而且呢它又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代表大会啊开会地方，或者说共产党诞生的地方也不为过，所以这边呢就成了红色的景区。但同时呢它就是一片啊，大家可以看到的这样的繁华的区域，还有非常舒适的这种环境。那我今天就在这边走一走，在上海的这些熟悉的街区，但是有好多个月没有来了啊，就到这边来寻觅一下以前儿时的记忆。现在我们面对的呢叫甲秀里，实际上这些房子呢都是为了纪念共产党诞生召开几次的党的代表大会啊，专门这个以仿古建筑啊，就是来进行展示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红色的纪念馆、纪念场地啊。哦，这个地方不让进。同时呢，这边也是公园化了啊，有水，有绿树，你要感觉即便到这边来散散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同时呢，这个区域呢，也是一个高房价的豪宅云集的地方啊，估计每平方米都得20来万吧，这样的一个地方。
像现在右侧这个建筑呢，都是以前的样貌，但是新建的建筑物。我眼前正对着呢，就是共产党一大会址，就是这个会址的纪念馆。但是有很多人在这边打卡留念啊。当然，我们以前小时候就去过无数次的地方。不用拍了，不用拍了。其实这个开会的纪念馆呢，把周围的一些房子也征用以后，就扩大，变成了更大的一个区域。所以跟我们小时候去的那个地方呢，已经不太一样了。好，现在呢，我就准备走进新天地。这边呢，除了中国各地的人之外，老外的面孔也很多。但是我听这口音呢，可能都是讲拉丁这种地区的话，像意大利啊、西班牙的话的人比较多。这里呢就是餐饮区了啊。到了晚上呢，可能就变成酒吧区。白天都非常热闹，晚上应该更加的热闹。这些房子呢，大部分都是以前的房子，但是并不是完完全全就是以前的房子了啊，因为很多房子呢都是经过重建，只是恢复它以前的模样而已。然后呢，就是形成了一些街区，就有天有地啊，所以就称之为新天地这样的街区。但因为它毕竟看上去还保留着很多以前的风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到这边来进行发思古之幽情，或者回味一下以前的模样啊。我相信那些外国人，他们的旅游手册上面应该也有写，这个地方以前曾经是西方的租界啊，所以呢，相对而言，这个地方呢还是值得他们也是来回味一下历史，到这边来看看中国如今的生活状态吧。天气比较热，我就不做停留了，因为我的家人呢，去淮海路逛街、购物，买一些手信回去。那我现在呢，就准备从淮海路那边走到陕西南路，跟他们去会合。有抵税的呀，可以抵税的。现在呢，这个牌子超难买。哦，这条路比较凉快，那我就从这边阴凉处走一走。我觉得对于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或者没有在上海经历过的人们来讲，他们看到了一个上海，最多也就是发出一些赞叹，觉得说，上海也蛮现代化，蛮时尚啊。看到路上走的人的表情也是比较从容。但是我们是经历过当年苦难的这一群人，当年的日子真的非常的糟糕，可以说缺吃少用，甚至
一般的家庭啊，就是给小孩长身体的时候，换一身衣服的能力都没有，因为不仅是钱的问题啊，因为当年所有东西都是供给制的，什么都要凭票供应，所以你没有布票，你就没法做衣服，没有粮票，连饭都没得吃，就是这么一个年代。所以有了对比呢，才会说上海这个城市，当然包括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对于那些现在20来岁了这样的年轻的孩子们来讲，他们觉得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因为他们生下来就是唾手可得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边除了有敞开的街区呢，当然也有室内的购物中心啊，我的左侧就是。马路对面的这些房子呢，就会被称之为上海住宅的天花板呢，就是非常的昂贵。绕了一圈呢，我又来到了四中路上面。前段时间过世的蔡澜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推广。好，走过马当路。哎，你好。我已经在这路口了。现在呢，沿着马当路稍微走几步。但是马路对面呢，你看到啊，虽然已经被征用了这些旧的街区，还残留着以前老房子的模样啊，但是真的已经不适合人的居住。我相信这些房子清退以后，这里的住户呢就会被安置到其他地方，这边呢才会统一恢复成当年这种模样的街区，并且呢会进行商业化。也就是说会开很多的商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再次走过淡水路，我们继续沿着至中路向前走一段。这边的街区呢，就是以前租界的平民的区域了，就是普通的房子。那个时候应该人口比较少，所以很多房子呢都是国民独户，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子，2层楼或者说2层半吧，应该上面还有一处阁楼，自己带一个天井啊，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房子吧。你看啊，这种，我看啊，我的左侧马路对面是丰益里，就上海以前的这种里弄啊，叫什么什么里，什么什么坊的比较多。就这个房子呢，基本上还是老的款式啊，甚至有些地方呢，连这个砖墙啊都是以前的材料。但是我看到这个底楼呢，现在很多都改成了底商了啊，都是开了一些小店之类的。这条至中路呢已经走到头了，现在眼前的呢是重庆南路，就是南北高架这样的地方。好，现在呢我已经在重庆南路上了，在重庆南路的南北高架桥下穿过。向前走呢，就是淮海路啊，但是我打算在前面的这条小路左转，拐到雁荡路，然后再走淮海路。这个地方呢，也变成了一个街心的花园。就无论是这种街角的地方啊，甚至包括你看这高架桥下面呢，全部都是绿色的公园画的。这里还有个名字叫玉兰园。那这条路应该就是南昌路了啊。虽然是一个街角的小公园啊，但是我觉得做的还是有点品味的。这边呢，同样的还保留着以前的一些房子。
右侧是福瑞里。他知道是在隔壁，我们就讲好了。这里呢是雁荡路，对面呢是科学会堂。其实这个科学会堂这一片的建筑呢，以前都是法国人学校。然后这个雁荡路走进去，那个门进去就是复兴公园，以前的法国公园。好，现在呢我们从雁荡路走到淮海路去。这里呢是一条石街，就有很多小餐馆啊。除了那种像联排别墅一样的理论房子以外呢，其实这个附近也有很多公寓啊。左前方的这个公寓应该是雁荡大厦吧，就这边这种公寓也是蛮多的。刚刚我说错了，左侧的这个大楼公寓呢叫永业大楼，只是在雁荡路上面而已。前面呢就是淮海中路了。我的右侧呢也是一栋知名的公寓，但这边呢一直是妇女用品商店，就是小时候就是有的一家商店。这里就是上海的一些老的食品商店。现在我走在淮海路上。
对面呢还是老房子，但是也在进行一些翻修。但是我的左侧这边呢，就是新的商业大楼。前面呢就是渔阳里广场啊，边上呢也是有一些红色的纪念币的。我今天的 City Walk 呢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的上海的时间呢不多，那么就随意的逛逛，没有什么目的地，就看看上海目前的现状，也跟以前的记忆呢做一些交流。那么好了，我们就在这个渔阳里广场啊，跟大家说一句再见啊！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改日出行再见，拜拜。